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收到了网购的3盆兰花，其中有2盆呢要马上换盆的。本来我没有打算做视频，但是拆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很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但是不能给大家提供没拆盆之前的照片，因为已经拆了。看，拆出来这么一大堆水苔。再看它的根系，这一条根这里有一节已经干扁了，不是太好，但是也不烂，感觉这根系还是有点弱。我的兰花是种在室内的，纽约冬天窗户又关上，很不通风，这么多的水苔就很容易造成这几条根烂掉，所以要马上换盆。我用了一个透明的塑胶杯，上面打了很多的孔，可以方便看根和透气。植料方面，我用泡湿的中立树皮，还有它原来的一些水苔。它原有的水苔看上去质量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还带着它原有的兰菌，这些兰菌有益于它的生长。我这样子把这些比较弱的根包裹起来，一来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，二来也可以保湿。把它包好之后呢，我会把它放到一个预先在底部放了树皮的杯子里。这些水苔只是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呢，在旁边我还要加木块。由于它的根没有烂，所以我没有修剪根，也不用杀菌消毒，就直接的把它就种回去了。现在就只是把植料把它填满就是了。一边填一边拍，让植料漏到缝隙里面，再用手轻轻的把它压一下，尽量的不要留有空隙。这样看上去已经是差不多了，但是可能是根太少的原因，看上去这个还是不是太稳固，有点摇摇摆摆的。后来我给它用了一条棍子做支撑，现在看上去好多了。顺便的，我在它的盆面上又多加了它原来的一层水苔。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看，换出来还剩这么多的水苔。接下来的这一盆是石斛兰，蓝色妖姬，原生种的石斛兰，它也是用水苔来种的。我给它浇了水之后呢，盆里就发胀了，把整个盆都挤得有点变形了，而且水苔看上去有点旧。我觉得应该换盆，首先脱盆，看看里面根的情况，摇一下，很容易，整个盆就脱下了。看看它的根，哇，真不错耶！还有很多的水晶根头，哇，看一下这些水晶根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水晶根，近距离看一下这些水晶根头，鲜黄色，几乎是橙色，看上去很特别，很好看。拆植料的过程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，拆完之后看到就是这种情形。其实它里面还裹着很多的水苔，很难清掉，但是因为我是种回植料的，不需要清得很干净。用的植料以树皮为主，还有一丁点的鹿藻土和水浮石。这些植料都是预先泡湿的。这些植料是中颗粒的植料，比较透气，但是保水性不够，所以我加了一些水苔。这些水苔就不用泡水了，我会先把一些
水苔放到盆底，防止颗粒质料从盆底的孔流失。再放一些颗粒状的质料，再把兰花放到盆的中间就可以了。这个盆有点偏大，随便放到中间就可以了，还有很多的空间给新的植株生长，就不需要分哪个是新的植株，哪个是旧的。如果盆子小的话，就应该把旧的植株靠盆边，让新的植株更多的发展空间。颗粒质料的优势就是有利于通风透气，但是家里开了暖气又比较干燥，石斛兰的根又比较细小，纯颗粒的质料就显得有点干，所以我加了水苔，起保湿的作用，同时方便我们管理，不用勤浇水。我通常加的水苔的比例是所有质料的1/4，就这样子，1层水苔，1层颗粒质料。还有，我会用一条棍子，这样子把质料压下去，把所有的空隙都填满，不要留空，留空就很容易空根。继续重复1层水苔，1层颗粒质料，直到把盆填满。这个盆有点偏大，所以不需要最后铺水苔保湿。最后别忘了在标签上写上日期，记得什么时候换的盆。这2盆花现在就换好盆了，但是就不要先浇水，要等到盆里的质料全干透了才第一次浇水，这很重要。最后做一个总结，新到家的兰花要马上检查一下植株和质料的状况，还有符不符合自己家里的环境，还有自己的浇水习惯，及时的处理问题。在我的环境和我的浇水习惯来讲，我的经验是粗细质料搭配是最好的，最易于管理和根的生长。这是根据我家的情况和我的浇水习惯，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调整。还有新到家的兰花不一定就要换盆啊什么的，像这一盆粗颗粒的越南美人兜，还带着花苞，这种情况我通常就不做任何的处理了，让它开花赏花过后再说。整盆花的状况看上去也很好，颗粒质料只是要勤一点浇水而已，一动不如一静，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最后祝大家养兰愉快。